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啊！我哋呢集呢，同大家睇啲大陸新聞啦，又係同彩票有關啊！咁彩票同大家講過啦，今年大陸彩票啊，到而家為止應該已經係超4000億噶啦，呢個數字相當之恐怖啊！但係原來有唔少人啊，係玩啲刮刮樂嘅彩票玩到周身數啊，負債唔少噶，仲話睇幾次嘅孤注一擲都冇用啊！而且呢啲中國福利彩票呢，竟然啊，仲整埋自助機啊，俾你啲人呢自動去玩啊！佢出埋自助機嘅話，就等於佢連鋪都唔使開，唔使代理啊，自己躺着賺啊！咁到底係一個乜嘢一回事呢？我哋一齊睇一睇啦。咁首先呢，睇一個新聞啊，呢個新聞呢，就係內地有個網友啊，叫小虎啊，喺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嘅還債日記啊。佢而家28歲，就因為沉迷刮刮樂嘅彩票啊，結果8到10月啊，3個月啊，就欠下咗25萬人民幣嘅債務啊。相反啦，佢最寄予厚望嘅彩票呢，中獎最大額度中過嘅錢都係得1000蚊啊！佢表示自己明明知道已經上咗癮㗎啦，仲曾經啊因為刮刮樂啊睇咗3次電影孤注一擲啊，但係都清醒唔到啊！而家佢只能夠慢慢打工還錢啦，亦都刪除咗手機相簿幾乎所有同刮刮樂相關嘅內容啊！佢表示啊，夢醒之後呢，先意識到個代價有幾大啊！佢當時講啦，佢玩刮刮樂嘅時間其實就唔長㗎。由今年8月開始，當時佢識得一個間唔中會買2張刮刮樂彩票做消遣嘅朋友，喺對方推介之下呢，就刮咗人生第一張嘅刮刮樂。一開始呢，佢刮得就唔多啦，就買2-3張啊，碰下運氣啦，刮完翻屋企啦。咁某一日呢，佢偶然同一個同樣去刮彩票嘅人傾偈啦，對方話俾佢聽呢個係概率問題，只要你刮得多，肯定係刮出大獎啦。於是乎啊，佢開始一本一本咁刮啦，平均一張呢就20到30蚊啦。網上啊有教程話刮彩票按本咁刮呢就能夠回本啦，其實原來係假㗎，600蚊一本啊，刮完加埋啊，你都係刮到嗰200-300蚊，有時候更加少。但係呢個錢呢，亦都係會使咗噶，因為你會攞呢個錢繼續去刮，就好似陷入循環咁樣啊。嗱，講呢個呢，其實以前我都試過有玩刮刮樂嘅，即係你刮開係會上癮嘅。咁因為佢同百家樂又唔一樣，百家樂你擺落去等佢開啊嘛，刮刮樂呢，你係自己有動手喺度刮㗎，個參與感參與度又高啲啊。跟住佢亦都提到啊，由於前幾個月啱啱分咗一次手啦，阿小虎個情緒唔太好啊，心理壓力無處發泄啊，結果突然就開始無休止咁樣去刮彩票啦。由最初一日刮幾百，到一日啊係刮到5000啊，再到後邊過萬蚊一日啊，最多一日刮幾多張佢冇數過。印象中有時候刮完啊，腳下邊嘅廢紙呢，好似一座小山咁噶。清潔阿姨啊喺佢身邊等住打掃啦。由於彩票機可以用信用卡，就令到阿小虎對錢嘅流失呢唔太敏感啊。一直到9月佢先發覺自己原來爭咗銀行6萬蚊，就翻一翻賬本啦，發現自己一日最高可以刮到17000蚊嘅刮刮樂啊！開始意識到問題嘅小虎啊，就同朋友借錢啦，借咗6萬蚊，將銀行嗰條數填咗佢啦，但係又唔甘心咁樣停落嚟啊，想賺翻佢翻嚟啊嘛！佢成日諗啦，下一張我會唔會中大獎呢？喺呢種心態之下，阿小虎就越嚟越失控啦。只要手入邊一有錢呢，就會用嚟刮彩票，一直去到10月啦。當佢發現自己所有平台都刷唔出錢，先至發現原來之前加埋爭朋友嘅6萬，自己總共負債已經去到25萬啦。佢話自己啊，當時同啲賭徒一模一樣啊，如果有人打擾到佢刮彩票呢，會好嬲，會暴走，會打人啊，連借錢俾佢嘅朋友呢，都懶得再鬧佢啊，話鬧嚟冇用啊。同佢講話肯定會刮大獎嗰個人啊，一開始呢，佢仲能夠喺彩票機旁邊見到佢，後來佢越刮越犀利啊，就冇再見過嗰個人啊。咁可能啦，一夜暴富呢一個諗法係得佢自己係咁樣㗎咋。咁最後啦，阿小虎如夢初醒啦，而家喺西安打工，人工5000幾蚊。
冇家人幫嘅佢呢，就只能夠自己一個人去背負債務啊。佢目前嘅計劃呢，就係先將幾個平台同銀行嘅錢還翻晒，借朋友嘅錢放到最後啦，就話自己按月還款，幾間銀行嘅貸款還好啦，開分36、48期，平均每個月就唔多。支付寶啊，最多只能夠12期啊，所以壓力好大啊。佢同呢啲平台排一先後次序啦，緊要着急嘅平台先還。諷刺嘅係，本來小虎啊，仲計劃今年呢會去旅遊噶，仲睇咗西安嘅樓本身去買樓噶。個平啲嘅樓啊，先28萬咋，而家蝕咗25萬啊！如果一早就去買咗樓啊，就有地方有瓦遮頭啦。佢頭先亦都講到啊，話自己睇呢個反詐電影孤注一擲啦。不過佢覺得啊，睇再多次都冇用噶。佢話佢成個沉迷過程好清醒噶，佢知道自己上癮，知道自己唔啱，但刮嘅時候好似發緊夢咁噶，係抱住一種希望啊，就覺得話唔定下一張就會中大獎啊。咁至於投入咗25萬，回報有幾多呢？佢又話到啦，其實刮咁多，佢最大呢都只能夠係刮到一張嘅1000蚊。咁其實如果計一計數嘅話，呢一個刮樂唔係一個可以令你發大達嘅嘢嚟嘅喎。我自己咁覺得啦，如果都係機率問題嘅話，你每日1張2張咁咪算咯。因為如果你成本咁買，都係咁樣嘅情況，係只能夠最大刮到一張1000蚊。咁其實你每日1、2張，嗰個分別都唔大嘅喎。咁如果你1、2張嘅話，可能你仲有機會中大獎添。成本咁買，咁梗係大部分都會唔中啦，啱唔啱啊？咁另外啦，都同大家睇埋啊，頭先上邊有講到嗰啲自助機啦，咁其實而家大陸呢係有出呢啲彩票自助機㗎，而呢一啲嘅自助機呢已經係擺滿晒好多嘅商場啊。而家呢啲商場呢係可以靠呢啲機吸引到人流入去㗎，因為呢啲機呢係方便啊。頭先講到啦，你可以支付碼咁樣俾錢啦，即係所謂嘅支付寶啊、微信啊，甚至信用卡都係可以嘅。而呢啲機其實都係幾抵租啊。點解呢？個佣金呢係有成7% 㗎。如果你係自營機嘅話，如果係託管模式就有4%。設備租金呢就係2萬蚊3年。如果係託管模式呢，就係22,800蚊3年啦。咁3年之後呢，就50蚊一台一個月。咁如果俾我揀嘅話，我一定揀自營啦。咁因為呢，只要係自己補票就得啦嘛。我睇完之後我都覺得非常之吸引啊，因為呢一樣嘢係贏硬賺硬㗎，係躺着賺錢㗎。我部機擺喺度，你刮幾多我都贏㗎。再加上頭先你睇到啦，基本上佢咁樣20幾萬，佢都係回唔到本嘅。咁你又知道呢啲中獎機率有幾大啦？而且你擺咗呢啲機喺度呢，其實會有一種氣氛出嚟嘅。大家都喺度刮嘅話呢，你可能會行埋過去刮埋一份嘅。咁見到人哋買啊中獎啊，自己可能唔覺意呢，又會買一張，咁個營業額就非常之高啦。甚至有啲人啊，佢呢係想將呢啲機呢放喺寫字樓樓下，然後或者係寺廟外邊啊。總之邊度人多，佢係想擺上邊度。咁到底呢啲咁樣嘅彩票自助機係唔係一門好嘅生意呢？咁原來啊，小紅書、抖音平台呢，最近就標出一啲自助彩票機嘅招商廣告啦，有唔少人呢就稱呢啲做傻瓜式嘅創業項目啊，好似放喺銀行定期一樣，穩穩定定賺錢，每日就躺賺300蚊，只係需要申請購銷證、繳納押金就可以啦，投入個成本極低。如果營運1年冇盈利嘅話，押金可以退回啦。睇落好似穩賺不賠咁噃。咁佢哋呢就透過小紅書揾到呢啲招商經理啦，按照佢介紹，只要你揾好場地，附近冇同類型設備同學校，就可以投放自助機啦。喺杭州嘅一啲設備單台可以做到10萬左右嘅流水，而5到6萬係呢啲機比較常見嘅月收益。而佢嘅招商文件入邊啊，彩票終端機合作方式有2種啦，就係頭先所講嘅自營同託管。咁不過而家自營模式已經冇托底政策啦，咁如果營業到最後虧損呢，公司就唔會收回設備，而且自營模式必須要本人親自去到江蘇線下去簽約啦，咁變成呢有一定嘅門檻啦，而且你自營呢係有好多台機一齊做噶。咁假設佢係
俾嗰啲彩票你俾得慢咗，你補唔切嘅話，咁可能你嗰啲時間都係蝕錢㗎。咁變成託管模式呢，係而家呢啲投資者嘅唯一選擇啦。咁亦都有一種可能性就係佢知道可以賺錢啊嘛，我咪設多啲門檻俾你咯。咁反正躺着賺嘅，咁我自己賺埋一份唔好咩？我又可以收你錢。咁但係你其實睇翻啦，頭先所講啦，7% 同4%。咁呢啲咁嘅彩票機其實呢個利潤率唔算好高，佢係行薄利多銷嘅政策啊，即係話呢，賺到錢點會咁容易放出嚟俾你啊？其實賺錢嘅都係彩票公司啊，當你啊擺去商場啦，你估商場個租金平嘅咩？你可以揾到地方係免費俾你擺咩？咁好做，自己都做咗啦。咁所以呢啲機呢，其實對佢哋總公司嚟講係冇乜成本嘅機嚟㗎，冇乜成本嘅機，佢哋都可以咁樣大規模潑出去，叫人去加盟，叫人去代營運。咁你應該知道，其實呢啲機你係賺唔到太多錢㗎。我話你知，如果呢啲機呢係可以幫人瞓喺度，每個月賺到1萬蚊嘅話呢，唔好講其他人啦，我即刻攞100-200萬入去投埋一份去做啦。咁但係呢個可能性唔高咯，因為佢頭先所講啦，大部分機啊都係5萬蚊左右一個月啦。咁如果5萬蚊左右流水一個月嘅話，你一部機先至賺2000蚊啫嘛。你10台機啊，你先至賺2萬蚊啊。呢個數係唔太啱數噶，等於你放銀行做定期。咁我做咩唔攞去銀行呢？咁當然啦，我攞去銀行做定期，我話擺喺澳門啦，就唔擺大陸啦。咁所以呢啲機呢，只不過係一個噱頭，佢係氹咗你啲人去加盟。去到某一個點，只要呢係一片血海，度度都有機嘅話，就會變成大家都賺唔到錢噶啦。咁當然啦，呢啲個人睇法啦。好啦，咁今集呢，同大家睇咗一睇呢啲咁樣嘅新聞啦，大家有咩睇法？下邊留個言啦。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